大家好，我是查克。今天这个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两个网站。如果我们想要去看世界杯，那么就一定要用到这两个网站，分别是 Qatar 2022和 FIFA.com。有了这两个网站呢，我们就可以去官网进行一个订票、预订住宿以及申请 Haya Card。接下来我们就去到电脑上。好的，我们首先进来的就是 Qatar 2022，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的官方网站，这个网址呢我也会贴在这里。我们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网页有三大板块，那分别就是 Tickets 票务、Accommodation 住宿以及 Haya Card 球迷身份卡。我们先来到 Tickets 票务，所有的世界杯的门票呢都是由 FIFA 官网的票务系统来售卖，因此我们点击这个 Find Out More。去跳转到 FIFA 的网站，我们点击 Find Out More， 我们来到右上角，点击 Login。在这个界面呢，就需要我们输入我们已经注册好的账号和密码，点击 Sign In 登录。如果您这边没有一个 FIFA 的账号的话，点击下边这个 Register by Email， 通过邮箱来注册即可。这个仅仅是 FIFA 的一个账号，它还不是我们通过 FIFA 的官网购票的一个账号。我们在购票的时候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您这边已经注册好了一个 FIFA 的账号，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就会更加的简单一点了。好的，这时候我们再来到右上角这个 Tickets， 我们点击 Tickets 这个按钮。好了，这个时候它有一个选项就是 Login or Create your ticketing account， 就是登录或者创建您的这个票务账号。我刚刚提到了FIFA 账号不等于我们的这个票务账号，但是我们一旦注册了 FIFA 的账号之后，我们再点击它，可以自动读取到我们 FIFA 账号的信息，进行一个绑定，也就不需要再做重复的注册了。当然，我这边是已经注册好了。如果您这边第一次这样子进行一个绑定的话，还是要填一些个人的信息的。在这儿呢，我们点击 Sign In。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登录到了我们的这个票务账号。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一个是 FIFA 官网的账号，一个是 FIFA 的票务账号。最后再跟大家提一个醒，由于大部分的这些赛事都是在海外举行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 FIFA 的票务网站来购买卡塔尔世界杯的门票，或者明年的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我们中国的球迷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护照。如果没有护照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购买的。好，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好的，这是关于票务的一个介绍。那么第二就是 accommodation 住宿了。我在前面的视频跟大家稍微的提到了一下，不是危言耸听，卡塔尔的住宿真的非常非常难订。因为卡塔尔本身这个国土面积很小，人口也非常非常的少，它目前能够提供给全球的游客在世界杯期间大概也就只有14万间房。但是在世界杯期间，预计将有150万的游客涌入到卡塔尔，因此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要求所有的球迷要先去到 FIFA 的官网购买到本届世界杯的球票，您才可以申请住宿。他要优先保证有球票的球迷有地方住。好的，关于住宿这个预定呢，我会稍后单独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视频，教大家一步一步如何来注册，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跟大家确认一下的。好的，那么第三项就是 Haya Card， 它的这个排序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球迷要先购票，然后来到 accommodation 预定好住宿之后再申请 Haya Card。其实在第一步购完票之后，它会有一个邮件提醒您来去申请 Haya Card。我那个时候呢也申请了 Haya Card， 但是它是有一个状态叫做conditionally approved， 也就是部分批准。这个所谓的部分批准是因为我还没有预定住宿，所以我们要买完球票预定好住宿付款了之后，我们的这个 Haya Card 才能够生效。关于这个 Haya Card，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它的申请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护照拍照上传上去，它会自动的读取到大部分的信息，我们再把一些基本的信息填上就 OK 了。好的，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给您介绍了这两个非常有用的网站，网址我会再次的放在这儿和这儿。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目前这2个网站都没有中文版，但是好在它的整个界面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明确，您只要按照它的一个指示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您这边真的是有麻烦的话，欢迎您这边留言，我看一下这个留言。如果是真的有人需要更详细一步一步的这个教程的话，我会再做一个分享。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查克，再见。